手伸得足够长的话，能抑制打压龙家在 X 省 H 市的生意，就算是帮到龙庭了。不过战印和他说，龙庭的仇人害了他一家后，虽说是接管了龙氏家族的生意，却很难霸占，也无法调动指挥龙氏的那些真正的精英力量，因为他的仇人没有家族图腾及令牌，还有什么家主印章，这些重要的东西都在老神医那里了，是穆晴转交给老前辈的，让老神医帮龙庭保管好。几位老前辈是武帝堂的老一辈，不再在江湖上行走，还记得他们的人都没有几个了。对于他们的老巢，知道的人更少，东西交给老神医保管，比放在风尘山庄更安全。龙家的家族图腾则是刻在龙庭的后背。海童看到龙庭后背的图腾，觉得这图腾不仅仅是身份的象征，肯定还有龙氏家族的秘密，这是人家家族的事。海童也不好问，也无法问，因为龙庭什么都不知道，他还是个4、5岁大的孩子。龙家先祖比江城凤家的先祖更有远见，制定的规章制度更加完善，就算被人夺了位置，想真正将一切霸为己有难呀。而且就算那些野心家灭了家主满门，若是没有找到代表家主身份象征的东西，他们也无法真正取而代之。现在龙先生打理着龙家的生意，一旦龙庭带着家主信物强势回归，龙先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龙庭做嫁衣，他岂肯甘心？不就是到处打听着龙庭的行踪，想趁龙庭还小时，结束龙庭的性命，拿到代表家主身份的信物，他才能真正继承龙氏的一切，成为真正的家主，而不是代理家主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也不用特意去针对龙家，但可以刻意针对龙先生的私人产业。龙太太好久不见，海童拉回了飘远的思绪，笑着又和宁思琪说了句：是呀，孩子们放寒假后，咱们都没有机会再见面，1个多月不见，大少奶奶风采依旧。宁思琪视线落在海童隆起的肚子上，大少奶奶快生了吧？还要3个月，预产期是还有3个月，可能会提前，也有可能推后。海童记得姐姐怀着洋洋时，到了预产期都没有生，过了1个星期，洋洋才出生，是推后了。等大少奶奶生了娃，孩子满月时，能否请我去喝杯满月酒，沾沾喜气？我上次也怀了1个，后来不小心流了。宁思琪说到这里，神色有点落寞。她是想起了自己那个不能出生的孩子，第1次怀孕，结果胎儿都还没有成型，就被孩子的爸爸要求她打掉了。对那个打掉的孩子，宁思琪心情是复杂的。她不爱龙先生，也得不到龙先生的爱，人家只把她当成一枚棋子使用，在管城。她是龙太太，实际上她只是龙先生众多女人中的一人。龙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过来找过她了，所幸包养她的零花钱每个月准时到账。不过她想多要点钱，龙先生就没有之前那么大方了。他旁敲侧击通过2名保镖，勉强知道了龙先生的一点近况。龙先生是有了新的目标，忙着去讨好新欢呢。占有他才多久呀，那个老男人就嫌弃他了，居然去找了新欢。要不是他还有点用处，龙先生可能是直接抛弃他不管，连零花钱都不再给他吧。意识到自己早晚会被彻底抛弃，宁思琪最近花钱都省了点儿，多存钱。等到龙先生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了，他就带着他存起来的大笔钱，远走高飞，离开管城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到时候他拿着这些钱买房买车，开2家铺，挣点生活费就行，再找一个帅哥结婚生娃，小日子也能过得很好。哦，还有宁家的家产，他早晚都要回来争取，要不到全部，至少也要拿到1/3，不能便宜了宁云初。摸了摸肚子，那个打掉的孩子毕竟是他第1次怀上的，打掉之后，宁思琪再看到别人的孩子就会多看几眼。
想着自己的孩子若是留下了，今年就能出生，那是与他血脉相连的，都是海童害的。宁思琪最恨的人就是海童，他总觉得当初若不是海童多管闲事，帮了宁云初，他也不会针对海童得罪了战印，牵出了后面一连串的事。后面发生了太多事情，爸妈都进去了。他原本看中想嫁的男人成了他的姐夫，娶了宁云初那个瞎子。宁瞎子因为嫁入战家当二少奶奶，有了更好的条件，得到了神医的医治，瞎了10年居然被治好，重见光明不说，还掌控了整个宁家，害得他有家不能归。宁家的财产还被宁云初死死捏住，就连父母手里头的钱财都被宁云初游说弟弟去找父母，父母笨死了，居然全都过户到弟弟名下，弟弟又交给宁云初打理。不要想了，宁思琪赶紧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不要再去想已经发生过的事，怕自己因此压抑不住对海童的恨意，流露出来打草惊蛇。龙先生知道了会扒了他的皮，龙太太还年轻，养好了身子，以后还能再怀上的。海童捕捉到宁思琪流露出来的恨意，哪怕宁思琪神色恢复得很快，他还是捕捉到了。宁思琪恨他，也恨宁云初，妯娌俩都清楚得很。先养好身子，等我小姑子上小学了，没那么黏我了，我夫妻俩再备孕吧，反正还年轻。宁思琪顺着海童的安慰说了句，被他牵着的小女孩拉扯了2下。小女孩颇有点不耐烦的道：大嫂，我要迟到了。大少奶奶站哨，我先送她进去，改天有空了我请大少奶奶吃饭。宁思琪说着，又让小女孩向海童夫妻俩挥手说再见，她才牵着小女孩走了。等姑嫂俩走后，海童扭头看了2眼，才和丈夫一起往车子走去，边走边轻声说道，也不知道她去哪里找来的孩子陪着她演戏，演得还挺像的。不得不说，宁思琪坐牢出来后是成熟了很多，懂得隐忍了。她还说她留过一个孩子。海童对战印说道，云初说他妹妹有段时间是说要做手术，跟他弟弟要钱，宁天磊说要回来照顾他，他还不让，想来是那个时候流的产吧。他刚才看着我的时候，大概是想起了当初我们俩如何结的怨吧，流露出来的仇恨，到现在他都不觉得自己是错的，认为错的人是我。宁思琪是没救了，哪怕他恨极了海童，海童也不怕他。知道宁思琪真正的目的后，海童就是不信任龙太太，就是不让龙太太融入他的朋友圈，只要宁思琪完成不了任务，都不用他出手。宁思琪背后的金主就会失去耐性，收拾宁思琪。宁云初也不让他收拾宁思琪，不是宁云初念着姐妹情，是他想自己收拾宁思琪。宁思琪最嫉妒的便是姐姐嫁给了他曾经肖想的男人，而且夫妻恩爱。等到云初调理好身体，怀孕了的话，宁思琪怕是极度的发疯。战印沉声说道，他敢对你做什么，我会让他知道死字怎么写的。放心，我也会保护自己，他也不敢轻易对我动手，就凭他是没有那个本事的。他背后的金主不过是把他当成棋子，当成玩物，早晚会被抛弃。但凡他的父母管教一下他，没有溺爱他，但凡他们对云初有点亲情，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样的地步。云初和一晨办婚礼，怕是能气疯他，那是他的事。战印温柔地摸了摸海童的肚子，温柔地道，你现在只需要好好养胎，等咱们的宝宝出生，其他事都不用管。老二夫妻俩比咱们更不想让宁思琪好过，夫妻俩没有对宁家老二下死手，那是还给天磊一点面子，天磊重手足情。海童点头，宁天磊是重情。知道云初亲手送他爸进去后，他是很难接受的，哪怕他明事理，知道怨不得云初，多少都怨过云初不念亲情。
花了一点时间来接受现实。若是云初现在就对妹妹下死手，怕是姐弟情也断了。海童又叹了口气，云初说天磊从小就向着他这个大姐，弟弟对他的关心维护是他过去20几年唯一得到的温暖。他其实很在乎他的弟弟。不说宁思琪的了，我们去医院产检，产检回来后你送我回公司吧，下午你也要回公司上班了。战印吩咐司机开车后对他说道，你们的公司有小飞打理着，你和小军先好好养胎，少点回公司了，等宝宝出生后再重拾事业。商小飞和君然订婚后都还没有办婚礼，等的是海童和沈小军，等他们俩卸了货，方便参加他的婚礼。反正两家长辈都同意了，又订了婚。君然虽说想早点办婚礼，商小飞那样决定，他亦尊重他的决定，耐心地等着。两人的婚礼估计在今年的年尾能举行，年头是战逸晨和宁云初的，还有战浩宇和乔涵、苏腾和程沁，这3对夫妻是扎堆办婚礼。婚礼过后，他们出去度蜜月，老二和老三至少会有2-3个月的，重心都是花在办婚礼和度蜜月。公司的重担很自然的又回到战印身上。老4到老6这3个家伙还在追妻路上，老7经验不太足，老8都还没有正式踏入商家。老太太说过段时间有大型的商业宴会，让战印带着老8出席宴会，公开露面，让大家认得战家8少爷，然后就给老8在家族企业里安排几份工作。是几份，他们兄弟踏入商家后都要先在家族企业里同时担任几个职位，积累经验。不过他们战家少爷在未正式露面之前也会自己投资一下。战印没有答应老太太的安排，让老太太自己带着老8出席宴会。他最讨厌参加宴会的了，若是有娇妻陪着还好一点。彤彤现在怀着身孕，过3个月就要生了，他哪有心思去参加宴会？况且他们几个正是在商界亮相时，都是由奶奶带领着，轮到老8了。奶奶不带的话，老8会觉得奶奶不疼他，偏心前面7个哥哥。老太太身子骨还硬了，要不是战印现在扮着黑脸，管着奶奶不让奶奶再到处飞，就是这样。老人家还会找机会偷溜，还这么爱出门，这么好的经历就让他带着老8去参加宴会呗，免得他老人家无所事事的，天天河山脚下的那些老太太们聚在一起打麻将，经常是一打便是一整天，叫他吃饭都懒得回家吃饭，还要杨叔给他送去。山脚下那些老太太大概也不想再陪老夫人打麻将吧，因为他们经常输，老夫人赢了钱是会请他们吃东西，可他们钱包却是实实在在的扁了。不陪老夫人玩吧，又担心影响到自己儿孙的工作，哪怕主家不会那样做，他们也会忧心。唯有指望主人家能给老夫人找点事情做，不要再约着他们打牌了，输不起啊。好，海童现在是觉得有点累，商小飞也经常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，不必去公司。他是觉得无聊，算了，为了不让大家担心，他以后少去公司吧。无聊了就约小军过来，或者他去苏家，2个孕妈妈聊聊以后带娃的事，也能打发时间。大不了他重新开始编织他的小玩意儿。今年是猪年，海童已经帮肚子里的孩子编织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猪形摆件、猪形玩具。战印为此还吃过2天飞醋，说和他做夫妻好几年了，他都没有主动给他编织那么多生肖属相摆件，他要给他补一个，他又不让他劳累，说不用了，分明就是还在酸。孩子还没有出生呢，这飞醋就先吃上了。等孩子出生，海童敢说战印隔3差5就要吃孩子的飞醋，除非他这一胎是女儿。第一胎是女儿，海童就不敢想了，2胎能生个女儿，他都要谢天谢地，希望不用他拼3胎就能够儿女双全吧。战印陪着海童去医院做了产检，从医院出来快到饭点了，
他又陪着老婆回家吃饭，饭后略作休息，他才回公司处理事务。江城，凤氏集团位于顶楼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公司的高层管理，还有10几位凤氏家族的老人家，他们是和商太太同辈的，对于海玲来说就是老人家了。凤晴和海玲并排坐在主位上，旁边坐着的是方瑶、郑一帆兄弟3人也在场。他们瞪着凤晴和海玲，如果眼神能够杀死人的话，他们恨不得将那2个女人碎尸万段。特别恨凤晴，他们求过劝过，凤晴始终不听他们的，坚持要将凤氏集团以及凤氏的一切都移交给海玲，说什么他们这一支在凤氏家族里已经失去了人心。那又如何？母亲在位时通过不懈的努力，已经将80%的大权集中在家主手里了，现在就是家主说了算，族里的老一辈已经没有什么话事权，更不要说年轻的一辈了，年轻一辈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。族里有本事的年轻人很多也被母亲打压，压制的无法出头。就算他们这一支失去了人心，只要凤晴牢牢握住大权，稳坐家主之位，族人能怎么样？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强者为王。海玲那一支当年变弱了，才给他们老母亲机会的。凤晴环视了一遍众人，开口说道：去年发生的事情，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吧？我想没有人不知道的，既然大家都知道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凤氏集团以及凤氏家族的一切，我都会移交给海玲，以后海玲就是你们的新总裁、新家主。大家不要欺负海玲年轻，没有经验，要好好的配合海玲，不要在私底下搞小动作，被发现了就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。海玲表情严肃，听着凤晴说话，等海玲熟悉之后，我会辞去在凤氏集团的所有职务，卸下家族的所有责任，以后凤氏一族由海玲带领你们前行，我就不再是你们的少主，凤氏家族的一切与我无关了。属于凤氏家族的东西，我也不会带走，我带走的只有方瑶。方瑶是中心，不是二主，他必须带走。2人如今又是恋人的关系，就更不会分开了。郑一帆大声说道：海玲姓海，她是海家的人，不是凤家的，凭什么接管凤氏家族？就算他外婆当过家主，那都什么年代的事了？家主之位向来都是母传女，还没有过表姨传给表外甥女的。凤晴，你未婚未育，若是你以后不想结婚生女的话，可以将家主之位让出来，让给族里的其他优秀女孩子。她们就算不是嫡系一脉的后代，却也比海玲好，至少她们姓凤。凤晴，你不要打乱了凤氏家族的传承。就是。郑老二附和着大哥。海玲看向了郑家兄弟，最不满意凤晴这样决定的人就是这3个人。他说道：我已经改为从母姓，我妈姓凤，我也姓凤。他改了名，凤海玲，以后他从母姓是凤家的接班人。彤彤还姓海，不用改姓，家主之位本来就该传到我大姨或者我妈手上，是你们的母亲害死了我妈，害得我大姨和我妈有家不能归，失去了父母亲人，家破人亡，霸占了凤氏的一切。如今凤月已经去向我外婆赎罪，一切要回归正轨，自然是由我外婆这一支的血脉接管凤氏家族，成为新任的家主。海玲反驳着郑一帆：郑先生有意见，憋着，这是我凤氏家的事，与你们姓郑的无关。郑一帆被海玲驳得脸色铁青，对妹妹的所作所为更加的不满。老天爷咋不让凤晴去死呢？若是死的是凤晴，留下他们的老母亲，那该多好呀！怎么没有关系？凤晴是我亲妹妹，凤月是我亲妈，就算我妈不在了，我还有妹妹，按照凤氏家族的族规，就该是我妹妹接管凤氏家族，成为凤氏的家主，轮来轮去都轮不到你海玲。郑一帆愤怒的道：你妈也不是长女，况且你妈早就死了，
若是你大姨要来接管凤家的一切，我还没有话说。但是你海玲，我就是不服气，让你海玲接管凤氏，还不如在凤氏家族里重新挑一个人，不比你海玲适合。海玲似笑非笑的，你也知道说凤氏家族的家规，不知道要接管凤氏家族，必须是嫡系一脉的后代吗？从族里挑选其他人，他们是嫡系一脉的后代吗？嫡系一脉的后代，目前只有凤晴、我姐妹俩以及小飞。凤晴说了不接管，我们3个当中就属我年纪最大，不是我接管，你说谁适合？你郑一帆吗？郑一帆被海玲驳得哑口无言。很快，他对凤氏的那些长老们说道：“叔叔伯伯们，你们说说话呀！海玲有什么资格接管一切？”凤氏集团的高层管理们就不说话，他们只是在凤氏集团上班，又不是凤家的人。换谁上位都是姓凤的人，他们今天被叫来开会，那是因为凤副总要和海总交接了，他们不过是熟悉一下海玲而已。凤家内部要怎么闹都是他们的事。凤家的那些长辈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最后由年纪最大的那位伯伯开口，他说道：“按照族规，家主走后，应该是他的长女接班的，若是凤晴不愿意接班，那就回到上任家主的后代手里。上任家主有2个女儿，次女早死，长女还活着，不过长女年纪也大了。好在孙辈有3个女的，按年纪的话，的确是海玲为长，凤莹小姐不接班，那由海玲接班没有任何问题。凤氏家族的人对于凤月早就怨气重重，虽说凤晴被找回来后，凤月重心开始培养亲生女儿，但凤月做过太多坏事，哪怕凤晴要比母亲好一点，家族里的人也不敢再支持凤晴上位。海玲来了江城后，她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凤氏家族的人都看在眼里。有的比较的话，他们自然是选择海玲当家主。若是凤晴接班，他们都要担心凤晴替其母报仇，也会像其母那样为了大权在握，会对族里年轻有为的人下毒手。对的，我们觉得海玲接班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其他凤家的长辈附和着，郑一帆兄弟3个气得半死，指望着这些人站在他们这一边，看来是没有指望的了。凤晴，会议暂停，我们到外面去聊一聊。郑一帆那是垂死挣扎了。凤晴淡冷的道：“大哥，你们3个今天能坐在这里，并不是因为你们是妈的儿子，而是凤氏集团的管理，无权干涉凤家内部的事。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聊的了。去年你们也跟我聊了无数次，我已表态过无数次，不是我的，我不会要。如果妈当初是从大姨那里接过的班，或者是我们外婆直接传给她的，那么今天我肯定不会将家主之位拱手让人。但不是妈是怎么上位的，你们都知道了前因后果的。妈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们理应替妈赎罪，而不是继续霸占着属于大姨后人的东西。3位哥哥若是还有意见的话，你们可以辞职走人。他劝过父兄离开江城的，他们总是犹豫不决，又舍不得，更不甘心，闹了这么长久，最后他们还是留了下来，并没有真正离开江城。年过了，新的一年开始，侄儿女们都重新上学，为了孩子上学方便，他们就更不会离开了。凤晴能劝的都劝了，他们不想听，他有什么办法？老父亲的话，他们都不听呢。年前，凤晴以为他们会真的听劝离开江城的。过年的时候，他都没有看到父兄。方瑶说他们回了老郑家，结果过了年，新年开工，见到3个哥哥来报道，如常上班。凤晴才知道自己想得太美好了。郑一帆兄弟3人在母亲还活着时，就想过夺权的，没有那个本事而已。在凤晴回来后，凤若还留在凤家，他们偏向着凤若，唆使着凤若针对他，又在公司里拉帮结派，不想让他熟悉公司的一切，目的就是希望他没有本事接班，那样他们就有点希望。特别是郑一帆，他最想接班了，
老母亲还活着时，他在老母亲面前不知道说了多少次，让老母亲强势地修改族规，改成接班人由嫡系一脉的后人，不论男女，只要是嫡系一脉的后人都可以接班。凤月不是没有想过修改族规，添加儿女皆可接班的规定，深思熟虑过后，他还是放弃了。儿子是什么货色，有谁比凤月清楚的？就自己3个扶不上墙的烂泥儿子，凤氏集团交到他们手里只会垮得更快。他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打理公司，到处谈生意，拉投资都没有办法让凤氏集团回到巅峰期。若不是凤家在江城有100年根基，就是凤氏家族都会跌出江城的豪门之列。凤月哪敢轻易换掉接班人？最主要的是他有女儿，那时候不知道凤若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哪怕知道凤若的能力就那样，就算当个守城的主都困难，主要是现在的商界竞争力太大。凤若的能力能守住凤家祖先留下来的根基就很不错了。3个儿子比凤若还不如的，凤月其实最看重的也是凤氏家族的一切，他不愿意自己的家族消失在江城的豪门富贵圈里，所以就算凤若也不怎么样，凤月还是尽心尽力地培养凤若，直到知道凤若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2个被调换的孩子回归正位后，他渐渐发现了凤晴的能力，才相信了家族传承为什么会定下那样的族规，因为凤晴真的比凤若厉害多了。唯一的遗憾就是凤晴不在他的身边长大，与他3观不合，意见相左。凤月死前就知道亲生女儿其实不愿意接管凤氏家族，碍于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不得已接班的。等到真相大白时，凤晴是最松口气的人，因为他可以不用接管家族事业了，可以将一切还给上任家主的后代手里。凤晴，你如此的无情无义，不忠不孝，会遭到报应的。妈在九泉之下，知道你这样做，他会气死的。郑老三拍着桌子骂着凤晴，凤晴还是那副无所谓的冷淡态度。妈在九泉之下知道我这样做，非但不会生气，反而会谢谢我替他赎罪，抢来的终究是抢来的。大姨和小姨都死于妈的算计加害之下，想来这几十年，妈的内心深处亦是深感愧疚的。老母亲不过是想将一切留给她而已，她不需要。没有凤氏家族，她凤晴也能活得好好的。过去那么苦，她都熬过来了。如今没有人能再刁难她、整治她，她强大了，更何况她身边还有个方瑶。她更想凭着她的本事，打下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江山，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地传承给子孙后代，不用被别人指着骂家产是抢来的，骂他们恶毒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凤晴就是这样的性格。你自己家的秘辛，哪怕江城人都知道了，郑一帆兄弟觉得别人可以谈论，唯独他们几个不能，因为他们是母亲的亲生儿女。可是凤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提及了母亲过去做的事，太不孝了。凤晴不想和3个哥哥再闹下去，她吩咐着秘书通知保安上来，把3个正副总都请出去。3位哥哥识趣的就自己辞职，不要等着被我炒鱿鱼。郑一帆脸色铁青的猛地站起来，粗暴地拉开了椅子，恨恨地道：不用你请，我们自己走，要我们离开公司也可以，得赔偿我们一笔钱。凤晴笑，正常辞职哪有什么赔偿？他定定地看着大哥，希望大哥能够明白他的苦心。他们主动辞职，或许是不会有什么赔偿，至少他们现在拥有的不会失去。等到他和海玲交接完成，他离开了凤氏，离开了江城，3个哥哥就会被海玲拿来祭刀。郑老三气得想上前动手，方瑶站起来挡住了他。方瑶冷冰冰的，双目如电，警告地瞪着他。只要他敢出手，方瑶就能废了他的双手。老三，我们走。郑一帆赶紧拉扯着老三，不让老三和方瑶正面冲突。方瑶的厉害他们是知道的，
兄弟3个联手都打不过方瑶的一只手。方瑶对凤晴又是忠心耿耿的，他们感动凤晴一根手指头，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，方瑶也有本事把他们翻出来替凤晴出气。姓方的和杜叔是一样的，杜叔忠于母亲一辈子，母亲走了，杜叔就跟着走了，真的是生死相随啊。郑老三被哥哥拉着走，依旧骂骂咧咧的。郑家兄弟3个离开后，会议室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凤晴环视了一遍，问着众人，大家还有什么要提议的吗？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有位同为副总的带头说道，我们只是凤氏的职员，并不是凤家人，凤家内部的事我们无权过问。族中长老们也识物说道，我们认可海玲小姐接班，家主之位本来就是他们这一支的大小姐深明大义，将属于上任家主的一切交回到他的后人手里，算是替上任家主赎了罪。他们既然不能接受凤晴接班，就只能接受海玲了。海玲背后的几大家族也是他们惹不起的，他们还带着点私心，因为海玲背后有好几大家族撑着，就是在江城也与乔家交好，以后海玲肯定会和乔氏集团合作，管城的几大家族也会帮着海玲，让海玲壮大凤氏家族，带领着凤氏家族重新成为江城数一数二的大家族。哪怕他们这些旁支旁系不能接班，但他们顶着凤姓，凤氏家族强大了，他们多少都能跟着沾光。凤晴很满意大家的答复，她说道，既然大家没有意见。顿了一下，她接着说道，就算有意见也得憋着，这件事谁有意见都没有用。从今天起，凤氏集团的总裁便是海玲小姐，凤氏家族的新任家主也是海玲小姐，下个月有个好日子，由海玲带领着凤氏家族的人拜祭一下祖先，也是让族里所有人见一见新任的家主，免得在路上遇到了都不认得自己家族的当家人。海玲虽说在江城的时间不算长，但她的能力，想来很多人都是见过的。凤氏集团以及凤氏家族的一切交到她手里，相信她能带领着大家，带领着我们凤氏家族走得更远的。努力，还能让咱们凤氏家族重回巅峰时期。我们年轻没有经历过凤氏家族的巅峰时代，老人家们应该见过吧？身为凤氏家族的人，想来你们都希望咱们家族越来越强大的。海玲也是个赏罚分明的人，叔叔伯伯们回去跟族里的年轻人说，只要他们有能力干得好了，都有机会升职加薪，大家也是。凤晴说完后，看向海玲，示意海玲说几句话。海玲扬声说道，我这个人不喜欢说空话，喜欢干实事，大家只管相信我就行，我会用余生来证明给大家看的。咱们凤氏家族从我手里会重新扬帆起航，他现在说的再好听也没用，那是场面话，做得好不好要做出来给大家看了才知道。希望和在座的各位今后合作愉快。海玲说完后，大家都鼓掌。海玲喜欢干实事的人，在座的所有高层管理心里怎么想不知道，不过那些喜欢拍马屁的，没有真材实料的人则在心里打鼓。新官上任会烧3把火，海玲这个新任总裁上位后，肯定也会烧3把火，甚至是10几把火。因为凤氏集团是凤氏家族的产业，没有上市的，股份100%都归凤氏家族，由凤氏家主掌控着。家主在公司里拥有绝对的话事权，以前族中长老们还能插手一下公司的事务，凤月上来后，慢慢的架空了族中长老，那些有能力反抗他的都被他暗中加害，害死了余下的那些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本事反抗他。所以现在总裁在公司里那是一言堂，他们说了算。过去凭着讨好凤若和郑一帆兄弟3个得以晋升上来的人，知道自己靠山倒了，接下来怕是不好过。有几个人在心里想着辞职的事了，自己走好过被人赶走。就是郑副总兄弟3个都被凤总要求辞职，
更不要说他们这些跟着郑副总们混的。接下来，凤晴便让各位高层管理自我介绍，让海玲记住他们的名字，负责什么职务。这个会议一直持续到傍晚才结束。散会后，凤晴和海玲不急着走，他们看着大家散去。等大家都走了，会议室里只有凤晴和海玲以及方瑶了。凤晴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，公司的事，你慢慢学，不懂的问我就行。以你的聪明，我想1个月的时间足够你了解凤氏集团。今晚会有场商业酒会，我收到了邀请函，咱俩一起去参加。这1个月里，我都会陪着你，指点你，下个月就让你自己挑大梁了。”海玲嗯着，好，我会努力的。凤晴，你真的要走吗？上一代的恩怨已了，你是个三观正。明事理的人，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讲理，不会无故迁怒于你，你没有必要离乡背井。海玲和凤晴是惺惺相惜，若不是凤月害死了海玲的外婆，2个人会是亲戚又是好闺蜜的。她并不希望凤晴离开江城，凤晴自己的事业都在江城，不过不在市中心而已。凤晴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不会迁怒于我，我做过的任何事，我也无愧于天地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但我毕竟曾经是凤氏的接班人，我妈又做过那么多坏事，族里的人恨极了我妈。我继续留在江城，他们始终不安，担心我什么时候就会黑化。我离开江城，至少他们不用再担心，也能一心一意地跟着你混，更不用被有些人离间咱们的关系。我自己的公司暂时不搬迁，等我找好想安定下来的城市了，扎了根，再将我的生意一点点地迁移过去。江城是我故土，有空了，我还是会回来看看的。每年的清明，我也会回来跟着你们一起拜祭先祖。